有缘人，你能刷到这个影片绝非偶然。当你感到焦虑、孤单、被排挤、被孤立，有负债、被欺负，甚至走到了谷底，这时你要记住一个道理：否极泰来，撑住了，顶住了，就开始翻身了。大运转运后，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中所有的人事物都在翻篇，你不再持续往低谷的状态，你会开始改变自己的风格和精神，最后留下一句否极泰来，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转折。你尽管努力，剩下的交给天意。在佛教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事，结果断了一条腿，后来又瞎了一只眼，他又继续的铺桥修路，最后一个雷劈下来死了。众人不解，说好人怎么没有好报呢？于是去请教高僧，这个高僧就说，这个人下辈子是当一个瘸子，再下辈子是当一个瞎子，然后再下辈子会被雷劈死，完了以后他再去轮回做王子。然后正因为这个人做了一辈子的好事，所以他这一辈子把今后3辈子的恶业都给解决了，他马上就要投胎做王子了。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道德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大道至简，我们尽可能将复杂的生活简单化，我们学会放下城市的喧嚣，放下心中的障碍，用一颗包容之心去善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多一些坚持，少一些功利，做好当下应该做的事情。至于最后取得什么样的结果，尽人事，听天命就好了。我们的这一生有着太多的不期而遇，还有太多的转瞬即逝，还有许多的无可奈何。所以我们如果凡事都去斤斤计较的话，只会让自己陷入无尽的痛苦和烦恼之中。何不一切随缘呢？这世界瞬息万变，没有人能一直幸运，也没有人会一直倒霉。有道是自助者天助之，自渡者天渡之。那些懂得自己帮助自己的人，老天也会帮助他；那些懂得自渡的人，命运也会来到他们的身边，助他们一臂之力。这世间有2渡，一个是自渡，一个是天渡。自己渡自己，这是本能，而老天来渡人，这就是人之福分。《论语》中有这么一句话：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大地有载物之厚，君子有成人之美。上天始终有着滋润天下万物的德行，他一般都会能帮就帮，而大地承载一切，品德特别深厚，让万物得以生长。君子更是会帮助别人，让他人得偿所愿。人只要有福气，那天地万物都会来助你。所谓天和地利人和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当出现这3个征兆的时候，就是老天爷在眷顾你，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。第一，你如果遇到了困难，生活变得特别的不容易，这个时候
你身边的人能够伸出援手，那你就要注意了，这是老天给你的提醒，给你一场苦难，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朋友。遇见这样的人，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。第二，当你的工作和爱情遇到了挫折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冷静下来，千万不要草率地去解决一件事情，因为这是上天给你的考验。没有磨难就没有进步，无论是工作还是感情，都需要你做出正确的选择，这也是你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的转折。只要你选择对了，你的人生才会变得更加的平坦。第三，身边出现高层次的人，有些人小肚鸡肠，见不得别人好。如果身边出现了比自己厉害、聪明、有钱的人，如果你能够结识这些贵人，那么你一定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宝贵的知识，拓展更多的人脉。那其实贵人真的是一生难求几个，所以如果遇到了比自己要强的人，一定要脚踏实地的做事，谦虚真诚的交友，把握住自己生命中的机会。四，有人婚姻不好，但子女很优秀；有人婚姻很好，但他身体不好；有人事业很顺，但家庭和睦；有人家庭和睦，日子却过得很清贫。水满则溢，月满则亏。人生最忌讳的就是过于圆满，任何事物都有其度，过了这个度就会适得其反。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求缺不求满，福不可享尽，让3分给他人；利不可占尽，留3分给他人；功不可贪尽，分3分给他人；福寿俱全，不失3分给他人。人生所求不必太圆满，求而不得未必是遗憾。人生无常，要学会知足。知足者贫贱亦乐，不知足者富贵亦忧。一生中我们会遇到无数个人，一生中我们会遇到无数次事情，那些错过的成为了生命的遗憾，那些被辜负的成为了今天强大的自己。人生的所有遇见，其实都是冥冥中早已注定。那些好与不好，那些分离，那些相遇，那些情谊，在遇见的一刻，早已画下日后的结局。无论我们此刻正在经历什么，低谷、难过、挫折，命运之手始终会送我们到该去的地方。如果此刻你的人生正不如意，一切的一切都会开始新的转折。若事与愿违，请相信一定是另有安排。一个读者分享了他的故事，结婚8年，他们也是从恩爱开始。刚刚结婚之时，老公有房有车，经济条件特别不错，他们很快生下了孩子。女人想自己做全职妈妈，全力培养孩子，毕竟孩子刚刚出生的那前3年，时间太过宝贵。老公答应了，他养得起孩子，养得起老婆。对于他来说，
他人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努力赚钱，把自己的小家庭照顾得很好。后来老公和另外一个合伙人投资了一个大项目，投进去的那一大笔钱里包括女人的嫁妆、彩礼、自己攒的钱，还有双方父母的钱。合伙人在某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拿钱逃跑，项目自然黄了，老公欠下一大笔债，大家都吵着要钱。老公无奈之下和老婆商量之后，把房子车子全卖了，而那些钱还不足以抵债。他们搬进了狭小逼仄的出租屋，老婆把孩子送到幼儿园，自己出来赚钱。虽然这件事情的打击对老公来说特别大，他还是像一个男人一样扛起了一切。他拼命地打工，拼命地做兼职，拼命地做项目。每个月还完钱后，两个人剩下的微薄收入对于生活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。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，那些年他们为钱争吵过很多次。女人当然也知道男人是无辜的，可是他的无心之失给现在的生活造成这样的动荡，而承受这一切后果的是他们夫妻两个人。他又怎么不郁闷、烦躁、心里憋屈呢？后来某一天，女人在书上看到这样的一句话：其实你人生中现在正在经历的一切都是宇宙送你的礼物。如果此刻宇宙送你的礼物破烂不堪，外表丑陋，你内心拒绝，你不想去接受宇宙给你的一切，你越是抗拒，你只会在此情此境中停留越久。聪明女人的做法是接受生活给你的一切，相信这都是宇宙的安排，更要相信在那个丑陋不堪的礼物之下，当你用心一层一层打开那个礼物破败不堪的外表时，它的里面就是你心心念念一直想要的结果。请相信你此刻的事与愿违，一定是宇宙给了你另外更好的安排。这一席话令女人醍醐灌顶，她明白此时此刻她所经历的一切就是生活给她的考验，也是给他们夫妻情感的考验。女人不再和老公吵架，因为她明白老公也是无辜的，他的本意也是好的，他也是想为了能好好赚钱，让家人生活得更好。可是有的时候意外就那么发生，令人措手不及，令人无法接受。当女人接受生活给予自己的一切之后，她没有选择认命，而是始终相信今天所吃的苦一定会变成明天的人生财富。她相信此刻所经历的一切，明天宇宙一定会送给她一个大大的意外惊喜。都说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，他们还是努力赚钱。命运有的时候会眷顾那些勤奋且善良的人。2年之后，老公后来又接了一个大项目，他们不仅还完了欠下的钱，又重新买了房子和车子。
因为老公的那个大项目做得特别出色，对方坚持说以后都只和老公合作。现在他们的生活对比之前已经上了2个台阶，而这是女人最开始没有想到的。她不知道宇宙当时送给她那样一个破败不堪的礼物时，她那么嫌弃，那么愤怒，而那个礼物之下竟然埋藏着这样一个更大更好的惊喜。很多人在当下的困境中，除了消极，除了抱怨，除了负能量，然后就是破罐子破摔，觉得自己的人生也就这样如此了，却从未想过你此刻所经历的一切苦难，都是因为宇宙在酝酿着一个大的惊喜给你。前提条件是你要足够的坚持、乐观和积极，也要相信你所失去的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还给你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说过，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人之道则不然，损不足以奉有余。天道会减损多余的部分，而弥补不足的部分，而人道会减损不足的部分，来增多突出来的部分。简而言之，就是天道追求平衡，人道追求穷者愈穷，富者愈富。但是为什么有些富贵家庭还是富不过3代呢？因为人道在天道面前显得微不足道，人道再怎么厉害，天道也会出手制止，以求万事万物都平衡发展。也就是说，不论是人还是家庭，再怎么有钱，也终究会走向衰落。同时，有很多人作恶多端，人道无可奈何，而天道会加以惩罚。人还是不要逆天而行，老天要惩罚一个人，会给这几个预兆，说明恶报将至。一，让人变得疯狂。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，天要让人灭亡，必先让人疯狂。一个人在走向衰落之前，他肯定会特别狂妄，觉得自己特别厉害，无所不能。带着这种心态的人，迟早会走下坡路。越是狂妄，越是倒霉。疯狂为什么会让人走向衰落呢？人变得疯狂了，会丧失理智，做出偏激或者出格的事儿，要么得罪了别人，要么惹来了麻烦，肯定没有好果子吃。就拿一个做生意的老板来说，他觉得自己了不起，就触犯了规则，结果就是他再怎么厉害，背景再硬，也还是会受到该有的惩罚。有些惩罚是人类社会的规则所赋予的，而有些惩罚那是天道赋予的。总的来说，就是狂妄到最后会走到死胡同当中。二，失去了敬畏之心。在大自然面前，人还是要有敬畏之心比较好。敬畏大自然的万事万物，敬畏现实当中的一切，敬畏这个充满神秘的世界。人之所以要敬畏自然，就是为了理性做人，少做蠢事。在大自然面前，
人类并不是主宰，仅仅是普通的血肉生物罢了，还是要谦卑一点比较好。自从人类工业革命以来，蒸汽机出现了，然后电力也出现了，人类就觉得自己征服了自然，进而破坏自然。破坏自然，说明人们失去了敬畏之心。后来天灾人祸越来越多，我们都抱怨世界太残酷，殊不知一切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。谦卑点做人，爱护身边的一切，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，我想日子会好过很多。3，经常做损人利己的事儿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，自私以及伤害他人就是人之天性，无法改变。所谓人性本私，欺软怕硬就是这个道理。自私以及伤害他人，这就是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则的体现。只不过一切都不能过度，而应该适度。适度自私问题不大，而太过于自私，经常做损人利己的事儿，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刻，自己也会面临被人伤害的恶果。当下我们伤害了别人，未来其他人就会来伤害我们。今天我们加诸于别人身上的伤害，今后同样也会加诸于我们的身上，这就是一报还一报，损人利己。从短期来看，确实是利己的，而从长期来看，其实是害己。损人不利己，害人又害己，才是此间的真相。4，做了违背良心的事儿。国学大师曾仕强说过，人老了，老天就会跟你算总账。所谓的算总账，就是把有功的一面列出来，让人得到该有的好报，同时把作恶的一面列出来，让人得到应有的恶报。这双方可以相互抵消，余生就平平淡淡，无忧无虑。而恶报大于好报，就证明晚年的人们都需要受苦。至于要受什么苦，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。对此，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：到底做了什么事儿才算是作恶呢？一般来说，只要违背了良心的事儿，都算是作恶。一旦良心不安，人们就不会感觉到幸福，哪怕再有钱，也不会让人之良心平静下来。也许正因为存在良心，所以绝大多数人都需要循规蹈矩去做人。5，做人不懂得感恩。有名人说过，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懂得感恩，而大多数动物都比较冷血。如果有一天人连感恩之心都失去了，就证明他们跟禽兽无异了。别人帮了我们一把，我们感恩别人的付出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，既不让别人亏损，也不辜负别人的真心。更何况感恩帮助我们的人，就是在感恩老天，因为贵人来帮我们，就是受到老天的引导，所以我们回报贵人，就是在回报老天。
老天看到你是个感恩的人，就会让你活得长久，赐予你诸多的福气。反之，那些忘恩负义的人，不是这里倒霉，就是那里碰钉子，不会有好结果。让感恩留在心中，让谦卑藏在心底，做个简单且真实的人。我想，这才是迎来善报的开始。趋吉避凶是中国人普通人常有的心态，逢凶化吉是中国人遇事变通的手段，是中国人处理事情的智慧。中华大地自古以来受老天护佑，吉无不利，人杰地灵，英雄辈出。中国人为何如此厉害呢？自助者天助，天助者自助。中国人轻易不求人，只求自己，只靠自己，感动上苍，从而得到老天的保护。这就是文化的力量，激发了人性的力量。子曰：幼者，助也。天之所助者，顺也；人之所助者，信也。履信思乎顺，又以上贤也，是以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也。从这几句来看，要想获得老天爷的庇佑，必须要反求于己，从履信思顺上贤3个方面要求自己。中国人自求多福，上顺天道，下顺民心，绝不搞歪门邪道。老天为何要帮助人呢？天之所助者，顺也。天代指规律、规矩、规则和秩序。规律只会帮一种人，就是顺应他的人。比如你不顺从规律，大冬天赤脚在外面跑，然后心里祈祷，天哪，可千万别让我冻着，这有用吗？没用。比如你白天睡觉，晚上熬夜，然后向天祈福，老天爷保佑我身体好，发大财，这行吗？不行。顺是坤卦的概念，坤卦是践行乾卦所代表的天道规则，这就是顺。所以坤卦也是元亨利贞的，任何事顺着规律去做，一定不会错，一定是吉。因为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如果逆天而行，不守秩序，违背规则，必然受到老天的惩罚。中国人敬老天，实际就是遵循天道的运行。道德经中也有一句名言，叫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所谓善人，就是善于遵循天道的人。所以不论你是个人还是国家，都要依道而行。顺天应人的人为何受老天护佑呢？人之所助者，信也。一个人信用好，人家才肯帮你忙，这是由天道推及到人道。天道助顺，人道助信，履信思乎顺。履是脚踏实地的干，不是说没有用，做才有用。也就是说信是做出来的，通过长期的行动，让人感受出来，一个人能够实践他的诚信，而且能又以上贤也，尊重贤人，
自然就会产生自天佑之，极无不利的美好结果。中国人最恨那些油嘴滑舌的人，甜言蜜语的人，老实承诺不去兑现，就失去了威信，因为他们存心欺骗他人，坑害他人，最后一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古人说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一诺重千金。失去诚信的人，必然谁也会离他远远的。人设的倒塌，必然是无诚信的人的最后结果。如果这个人不仅诚信于人，还能尊重贤能的人，利益他人，顺天应人，自然会得到老天的爱护。可见天要帮助的是顺应天命的人，人要帮助的是诚信的人。待人诚信，又能顺应天道，自然也会推崇贤才，利益他人，推广到利益社会，利益人类。这样的人才是大善人。除此之外，老天还会保护哪种人呢？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，是以自天佑之，极无不利。变通是符合大道规律的，知道变通的人，能受到规则的眷顾，没有任何不利。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，这句话很有名，大意是说事物发展到了极点，就得变化，不然就组织不通了。墨守成规是没有出路的。三代不同理，五霸不同法，改变之后才能豁然通畅，行得通才可以长久。太久了还得再次变，是一个无休无止的不停变化的循环。中国人从这句话里摘出来两个字，形成了一个词，叫变通，表达了更为实用主义的意思。这样的人自然得到上天的眷顾，当事物发展到极致的时候，就一定会产生变化。这时人应该与时俱进，开创新的局面，才能赢得长久发展。反之，固执、保守、不懂得变通的人，很难适应社会的发展。物极必反，天之道也。事物不断发展，出现新情况，所以人必须顺应天道的变化，进行革新，适应新的形势。闭门造车，墨守成规，必然导致落后时代，落伍于人。趋吉避凶的人也会受到老天的爱护。易经的思维能预测事物发展的趋势，让人们预测未来的人事，所以可以提前知道人事的发展动向，根据动向来支配行为。世界任何文化的预测能力，在易经面前微不足道。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，是说平时时常玩味卦象、卦辞，强调的是熟能生巧，触类旁通。哪天真发生事情了，动则观其变，就活学活用，应对变局。先冷静地观，然后玩其战，心中就有了定数，知道该怎么办，是以自天佑之，极无不利。按照这种方法来学艺，
并按照里边揭示的原则规律做事，天就会佑之于你，吉无不利。易经为何如此神奇呢？学会易经的人能根据易经的爻辞判断吉凶祸福，再结合实际情况分析，做人做事就十分可靠了。易经通过八卦太极思维，用64卦来预测天地万物的发展变化，从而掌握了宇宙变化的奥秘，所以可以洞悉人世种种变化，了解天文地理的变动，从而掌握了主动权。历史上的将相都是懂得易经的，比如诸葛亮、刘伯温、曾国藩等文化名人，都对易经有深入的研究，并应用到实践活动中去了。凡事以天道人心为准则，这样的人自然会得到上天眷顾，成为人生的赢家。孝顺父母的人是顺应了人的天性，才受到老天的庇佑。母子连心，血浓于水，一脉相承，一毫百好。遭受苦难的人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，激发了潜能，找到了生存的力量，用行动感动了苍天，磨练了性格，锤炼了智慧。善良有爱的人心地无私，乐于奉献，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，老天也会给予照顾。劲气十足的人，心平气和的人，能量充足的人，气量宏大的人，反省自察的人，往往都能通过觉悟领略天道，从而改变自己，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。违逆天道的人往往背道而驰，南辕北辙，自我迷失方向，扼杀了人的天性，违背了人的良心，所以必然受到惩罚。那些做了坏事的人天天受到良心的折磨，受到追捕的恐惧，战战兢兢地活着，就是老天对他们最大的处罚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自助者天助之，你就是自己最大的贵人。愿你努力、坚强、独立，做自己的摆渡人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